大厦小屋开讲，今天头一炸，一个人猝死那晚，看见他老板盘腿悬在半空，把他的命一口一口缩进肚子里。喵，加班加到死，老板越来越圆，这买卖有意思。我家大厦凌晨1点07，我死了，大概死了30秒。就这30秒，我睁开了另一双眼，头顶飘着一行血字：剩余阳寿37天。满屋加班的同事头顶都飘着，数字一格一格往下掉。会议室里，我那挺着啤酒肚笑眯眯的老板崔明堂，盘着腿悬在半空，同事掉下来的血字化成金雾，一缕一缕被他缩进肚子。每缩一口，他肚子圆1分，每圆1分就有一个同事少活1天。我想了3年没想通的事，懂了，为啥公司加班死人，老板1年比1年红光满面？原来我们每天做的根本不是上班，是给老板续命。咚，心跳回来了，我弹起来一身冷汗，可那些血条没消失。我掐自己，疼，灌口凉水，字还在，不是幻觉，这不是幻觉。醒啦，恭喜，这1800号人里你是头一个自己睁眼的。本来还想再睡会儿的。会说话的猫，会飞的老板，能倒计时的脑门，这辈子头一回，我一个字都吐槽不出来了。那夜我逃出写字楼，回头一看，一缕缕金雾顺着楼往老板那层飘，走着走着，一股股汤香把我勾住了。巷口一个面摊，招牌2个字：霸良。菜单最底下写着新灰面回魂粉，1碗回3天阳寿。来了，什么面？我端起碗，热汤下肚，焖了一整晚的胸口，那块石头被搬走了一角。我抬头一看，阳寿37长成了38，1碗15块的面给我续了1天命。你算算这账，楼上熬通宵，你亏俩，这儿吃碗面稳赚不赔。打工人这辈子头一笔不亏的买卖。老板，我是不是疯了？我看见血条，看见老板吸功，还看见猫说话。你不是疯，你是终于睁眼了。他说，绝大多数人一辈子睁不开这双眼，一睁眼就上班，一上班就熬成柴火，烧没了还以为在奋斗。想不被吸干，法子很简单，你老板吸的是你熬夜烧的气，你猜该怎么办？我脑子里真的一亮，他吸的是熬夜的气，那我要是不熬夜呢？准点下班，1格阳寿不烧，他吸我个什么？这4个字就是我要修的第1门功法。喵哈，别人修仙练飞剑，他修准点下班。这功法在他公司叫禁咒，在别处叫基本人权。第2天6点整，整个公司没一个人动，谁先站起来谁就输了。我要做一件比辞职还大逆不道的事，准点走人。6点01，我站起来啦，咔一声，响得像惊雷，半屋子人回头看我。阿木哥，你干啥去？下班，合同上写的6点。小沙，这就走了？年轻人，机会难得，你这早走是不是有点那什么？我看见了，他这套你看大家都在拼，是倒轴。念一遍，全屋血条抖一下。原来钱哥不是奋斗楷模，他是中层。中层不产阳寿，中层只是阳寿的搬运工。我说，钱哥，我活干完了。那缕咒飘到我头顶3寸滋地散了。只要我不接饼不熬夜，他的咒就落不到我身上。钱哥，追求卓越的事，我明天卓越。阿木哥，你不要命了？第2天照镜子，黑眼圈淡了，眼里有光了。阳寿40天，救自己竟只需要准点下班。 KPI 结算。哦，渡劫啊，渡过去接着当柴火，渡不过去当场变成灰。我入职2月，上个月月底，几个同事突然就离职了。大梁说离职，你信吗？月底那天全员大会，主席台上崔总红光满面，肚子比平时更圆。崔总一句有人拖了后腿，天花板上慢慢聚起一层看不见的乌云。张同志啊，你对账效率倒数第1，年纪不小了，怎么还这么不上进呢？绩效不合格。崔总胖手一挥，一道幽蓝天雷笔直劈中老张头顶，老张头顶唰地归零，整个人褪成灰白，散成一缕烟，飘进崔总肚子里。崔总满足地打了个饱嗝，肚子又圆了一大圈。除了我，好像没人看见，在别人眼里只是老张不合格，然后就不在了。我终于懂了那句离职，你信吗？哪有什么离职，死了才叫离职。散会。我路过老张空工位，那杯枸杞茶还温着，人没了，水还温着。当众批一个是杀鸡儆猴，比那狠，杀一个
是让活着的人在恐惧里烧得更旺，恐惧也烧阳寿，一鱼两吃。大梁说先救一个，我冲到阿木家，他头顶那行字只剩9天，再不救，下一个便会喂肚子的就是他。我说我跟高人学了套养生功法，特别灵。阿木，啥功法？8段锦，5禽戏。我说都不是，叫摸鱼。阿木，上班摸鱼就能养生？我说不止养生，能救命。找机会坐下，闭眼，脑子放空，哪怕5分钟，这叫摸鱼打坐，回血。阿木哥，我信你，你说咋摸我就咋摸。第2天，阿木学乖了，假装深度思考工作，其实脑子放空，呼吸放缓。我一看他头顶那个，居然不掉了，有戏。下午钱哥巡视过来，阿木放空太投入，嘴角都快流了，眼看只剩3步，我一咬牙，哐当砸了个水杯。阿木猛地睁眼，正对上钱哥的脸。阿木眼珠一转，冲屏幕大喊：“这个方案的颗粒度，我觉得还得再对齐一下。”钱哥，不错，有想法，年轻人就该多琢磨颗粒度。原来颗粒度对齐这4个字，不但能糊弄 KPI， 还能完美掩护摸鱼，一句顶1万句。下午3点，奇迹发生了，阿木头顶从9天长成了11天，长了，真长了。我把一个快烧没的人从边上拽了回来，传功的是瞒不住，崔总把我单独叫进办公室，亲亲热热给我倒了杯茶。小沙，我看好你，他们是打工的，你是干事业的，跟我好好干，2年你就能……一幅幻象浮出来，未来的我西装革履，手底下几百号人。我妈站在台下，一脸骄傲，一张大如天的金饼悬在我头顶，写着4个字：财务自由。我鼻子竟有点发酸，她画的从来不是饼，是你心里最想要的东西，你越缺，她画的越大。我那口气不受控的想冒出去。哟，又画饼呢？你可长点心，仔细看看那饼。我凝神细看，哪是饼，是一张画着饼的金灿灿的纸，背面写着一行小字：本饼不构成任何承诺，最终解释全归公司所有。画了800年了，一口没让人吃着。崔总，这饼画得真好。就是吧，我看它是纸做的，不信您咬一口试试。您画了这么多年，自己吃着过一口雷。那张饼金光刷刷往下掉，啪的碎了。崔总头顶那盏灯也灭了。崔总，你变了啊！以前的你可不是这样。我说，以前的我看不见这饼是纸做的。崔总撂话，2周后团建，团建就是把你们这些柴火拉到没人的地儿，自己烧自己，谁不肯烧，谁别想活着回来。周6青龙山，红旗写着熔炼亮剑，我这双眼底下翻译出一行：宗门大笔，燃料熔炼厂。同志们、兄弟们、家人们，今天的重头戏，信任被摔，熔炼真心。崔总目光扫过全场，最后定在我身上，就从咱们最上镜的这位霸煞上来。我被请上高台，往下一看，崔总悄悄退到人群外，一根发光金线，一头连我后心，一头没入他肚脐。我懂了，往下倒那一瞬，恐惧失重，阳寿最先最好吸。头顶弹出，预计流失52天，我总共才58天，这一下是要我的命，让我榨干还得爬起来谢他给的突破机会。我闭眼，想起小时候用吸管喝奶茶，珍珠堵住猛吸，一松口喷自己一脸。管子是双向的，你顺着吸是抽，可要是被吸这头，猛地反向一推呢？崔总，您说的对，我信您，我信您是真能吸。可您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我直挺挺往后一倒，这些偏准点下班餐的，一碗碗面未回的全部气血，顺着经线反向猛地一推。崔总啊，他修的是横炼金丹，肥肉是慢慢消化的，一整杯猛灌进来，丹田直接撑爆。噗！崔总那圆肚子仙骨成个球，拉链崩地崩开，紧接着噗噗噗噗，像个漏气的皮球，金雾从每个孔往外泄，泄得他站都站不稳。崔总，我的丹啊，谁反噬老子？我稳稳落进人网，抬头把没说完的话说完了。吸管这东西堵住了猛吸，是会喷自己一脸的。全场死寂，然后不知谁先扑哧，笑声红的烧遍整个场子。阿木，崔总，您这是渡劫失败啊！崔总那层瓷墙面具碎了个干净，眼里头一回是恐惧。我朝他做了个口型，谢谢崔总，给我这个突破自我的机会。崔总当众出丑，可我心里没底。那些被彻底榨干的人去哪儿了？凌晨2点，我和阿木溜进消防梯，往地下3层走。地下3层那扇门浮着一行字：燃料仓，闲置资产暂存区。我推开，
一排排货架顶天望不到头，每一格上码着一个人，盘腿闭眼一动不动，像货物。阿木，人是人啊，哥，这些是人呐。他们头顶写的不是阳寿，是灵状态已榨干，持续功能中。我在一格货架上看见一张脸，蓝格子衬衫，工牌翻正，财务部老张，那个被天雷劈成灰的老张，我以为他彻底没了，原来灰了之后还得下来这儿给老板的肚子供暖。我举起手机拍，屏幕里货架空的，什么都没有。老怪最深的护城河是他让真相拍不下来。货架深处一根冲天金柱吸着所有人的余温往上走，他穿过崔总那层，竟然还在往上。你以为崔明堂是这栋楼的天？他不是，他也是别人的燃料。这不是一栋公司，是一座塔，一座用阳寿垒起来层层向上供奉的塔，而我们只是塔基里的一粒沙。我把老张的工牌挣了过来。老张，你闺女的学费我们想办法，你先坐着，我们会回来接你的。3天后，一封邮件把我约到楼下。红衣记者沈璐，他说你头顶有东西，你也看得见，对不对？这选题我追了3年，采访过17个过劳离职的人，其中11个后来查无此人，像凭空蒸发了。我说他们没蒸发，他们在地下3层给某个老板的肚子供暖。记者小姐，先别急着写，你写老板西阳寿，读者只当你写学话，还嫌你更新慢。这就是老怪最大的护城河常识。一个当眼睛，一个当喇叭，还差第3样，能塞进别人嘴里，让他们不得不信的实锤。就在这时，当初把我招进公司的 HR 陶珠约我到便利店，他说：“大傻，你最近是不是看见什么了？上周我走错电梯，下了地下3层，看见我招进来的人一个一个坐在货架上，有个3年前的姑娘，头顶写着灵，我以为我给了她前程，原来我递给她的是一把刀。她掏出一个 U 盘，8年所有查无此人的离职档案，白纸黑字带公章。这个 U 盘是这栋塔第一次从内部裂开的一包封，眼睛、喇叭、实锤凑齐了。实锤是有了，可崔胖子那身肥肉怎么戳破呀？大梁说过，他那身肉是借的，借了几百人的命，借来的东西一旦断供，连本带利一次还清。崔明堂例行晨间大会，全公司都在，我站最前排。沈璐在楼下车里守着发送键，等我一个信号。崔总一上台，眼睛就盯着我。他这些天被我断供，饿得发慌。今天他要当众把我这刺头炸给大家看。有些人呢，准点下班，不思进取，带坏了风气。我今天就让大家亲眼看看，什么叫狼性。这次他不藏了，金雾轰地化作无数金线，扎进台下每个人头顶，员工的血条集体飞速下跌。阿木哥好晕，他在吸崔总的肚子，一圈一圈重新鼓了回来。崔总，小子，到你了，一根最粗的金线扎向我后心，我没有躲。我想起准点下班的本质，那从来不是逃跑，是关法门。一个人关是自保，可如果我转身朝台下几百人吼，都给我听着，你们头晕不是你们弱，是有人在吸你们。就现在，别信他的狼性，那是骗你们自愿烧自己的咒。跟我一起关阀门，都想一件事，老子今天准点下班。崔总，哈哈哈，就凭你一句破口号，你还想？最先反应过来的是阿木，他咬着牙，老子今天准点下班。头顶那根金线啪的断了，一根断了，紧接着第2根。设计小妹，隔壁组的我偷偷教过的人，一个接一个关上阀门，金线啪啪啪断裂。这是压榨，这是吸血，凭什么？那些被多熬骗了1年又1年的社畜，轰地炸了。他们感觉到了那句我明明这么拼，为什么越来越空？因为有人在吸。阀门一个个关上，崔总的丹田突然空了。崔总，不对，那身借来的欠账的虚的肥肉，失去了几百根管子的供应，开始往回瘪。我要的不是他慢慢瘪，是连本带利一次还清。崔总，您这身单是借的，借了 B 货架上那些回不了家的人的命，今天该还了。我并指隔空朝他那身单猛地一戳，噗，就这么轻轻一下，他那身虚胖的肥肉像被针尖捅破的气球。几十年榨来的所有肥肉，所有唬人的横炼金丹，从那道缝里一次性全泄了出去。那身横炼几十年的肥肉眨眼瘪成一滩，金链子哐当掉在地上，他比原来小了3圈。他不再是元婴老怪，就是一个又老又瘪、
站都站不稳的普通胖老头，不，连胖都算不上来。全场死寂，然后扑哧，笑声像火柴，唰地点燃了压抑太久的干柴。那个被批过格局小了的老员工红着眼喊崔总，您这个方案重做。那2个字曾经龙飞凤舞地批在我1000个夜班的方案上，今天原封不动还了回去。他想像从前那样一句你格局小了，把人摁回原位，可他发不出声。台下几百个庄家，第一次没一个人因他低头。几百部手机唰地举起，我给楼下的沈路发了2个字：现在。1分钟后，全程手机同时叮的一亮。沈路那篇憋了3年，配齐 U 盘实锤和现场视频的报道发出去了。报道一出，全网炸锅，燃料库查无此人半小时冲上热搜，警方、劳动部门一拥而上。崔明堂的单一岁那些躯壳重新有了呼吸。老张被抬了出来，他睁眼第一句：今天几号了？我闺女的学费交了没？阿木抱着老张，哭得一句完整话都说不出。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些被一个一个抬出来的人，眼里全是光。我头顶内心那天不知何时悄悄跳成了113天，翻了1倍。一座塔，你掀了最底下一层，可你别忘了崔明堂那根管子通到哪儿。我顺着楼往上看，27层漆黑，28、29、30层全黑着，除了顶楼。啪，顶楼一盏灯亮了，那不是普通的光，是一种比崔明堂的景物冷得多、也深得多的幽蓝。一个身影端坐窗后，隔着20几层楼，我却清清楚楚感觉到，那扇窗后有一双眼睛睁开了，正在看我。那目光很淡，淡得没有一丝愤怒，就像一个高管透过监控看见流水线上一个不安分的零件卡住了传送带，只是有点麻烦。顶楼那位人事总监，你掀了崔明堂的桌子，可你不知道桌子是他上头那位摆的。幽蓝灯下，那身影抬起手，像在一份名单上一个名字上画了个圈，那个名字是我。掀翻崔明堂只是一个开始，真正的他才帮露出他第2层的幽蓝的尖。喵呜，顶楼那位一出来，崔胖子连个待优化的 KPI 都算不上了。对，大厦拆的是塔基一块砖，卡尖上头还坐着更冷的老怪，可这一夜几百号人能回家睡个整觉了。下一回他要动的是更高那层楼。第2话反卷篇，记得准点下班，下集见。喵。大厦小屋开讲。上回社畜大厦睁开天眼，当众戳爆西洋兽的老板崔明堂，燃料库救人，全网炸锅。片尾顶楼那位在名单上圈了他的名字，于是掀翻老板第7天，他被升职了。记住这句，升职是把刀系上了大红花。我家大厦掀翻崔明堂第7天，一封红头喜报实全公司，晋升我当项目主管，全公司都在恭喜，只有我后背发凉，薪资另一升职马上生效，加薪永远在意。阿木哥，你出息了，咱组终于有人熬出头了。我一瞥头顶，笑不出来了。剩余阳寿298、97、96，命跟拉稀似的往外淌。钻研是柴，烧得慢。主管，柴变成了油，烧得旺，一点就着。老怪最爱。入职培训那句鸡汤原来是字面意思，你的成长速度就是你的燃烧速度。1小时17条传我，3口甩来的锅。升职给的不是权力，是没有尽头的背锅权。我把群权赦免打扰。老怪最阴的一手不是抢，是送。抢你会反抗，送你还得说谢谢。28层主管会，满屋同僚，头顶的数字掉得比楼下专员快多了。吴主管，小大厦好好干，我这位置一做15年，越做越有劲，咱这叫以厂为家。我看着他头顶那个喉咙发紧，吴哥，您这个家是真要留您过年呐。哦，柴变油了，渡得过你成老怪，渡不过你成燃料，没有第3条路。升职即渡劫，越升越亏。当晚，常年黑着的顶楼29层，一盏冷白的灯亮了。很快，茶水间飘来八卦，集团空降大领导，姓聂，优化人，不带一点声音。崔明堂杀人要花2小时，唾沫横飞；聂无声杀人只需要一条微信11个字。老周收到时还当自己升官了。战略预备队听着挺高级，翻译过来叫冷宫，等一个永远不来的安排。阿莫哥，老周昨天还剩200多天，调岗一夜只剩41天，一次调岗烧掉160天，那些债去哪儿了？市场部小夏莫名记锅，
正一夜替人烧命。楼上那位的绝活叫换，把你的稿换成别人的命。张三的债一挥手转给李四，手指都不用动。崔明堂信你，你至少知道累。这一手最阴的是，被换命的人是感恩的。小夏还当是升职前兆。下午3点，那11个字轮到我了。聂总，请您上29层，坦泰29层静得可怕，越走越冷，不是空调冷，是骨头缝里往外冒的冷。聂无声瘦得像一把刀，他不惜只转移，命不过他的手。头顶干净的像白纸，一个不留痕迹的老怪。崔明堂的事，你做得不错。我很好奇，你是运气好，还是看得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我呼吸停了一拍。崔明堂蠢，从没起过疑。这个人第一面就问到了我的命门，我对其傻笑装到底。聂总抬举我就是运气好。他盯了我10秒，行，那就当你运气好。我这儿有个新项目，正缺运气好的人，你的岗我给你，换一下。那不是调岗通知，是一道换命符。签是把命交出去，不签是当场撕破脸。千钧一发，凉茶夺进来，一跃上桌，用屁股稳稳压住换命符，回头冲我眨眼，别在这签。我顺势收笔，签字是大事，容我回去把交接捋清才敢签。这一手叫拖。可以，不过这份通知3天有效。崔明堂是明着抢，你躲得开。这位是让你自己签字叫命，你还得谢他。明抢的你还能反抗，自愿交的你连和谁都不知道。崔胖子又吵又圆，至少看得见。这位倒好，鼠标一点，命就换完了。最快的刀没有声音，最狠的裁员叫为你好。他给了我3天，结果第2天一早，压根没等他给全公司发了张新牌，红章通知4个大字：末位淘汰，每组每月最后1名走人，当场划灰那种走。最狠的在后半句，排名由同组成员相互平分。高啊，以前老怪吸你们，好歹恨的是同一个人，现在这活外包给你们，这叫借你的手杀你自己。我头一回看见公务部往楼上瞟，他在同事之间横着流，整间办公室成了一口坛子，一口谷。按这规矩，最先划灰的80天的实习生，6点接娃的宝妈，凭什么死的永远是最老实的？宝妈姐姐苦笑，我得接孩子，肯定第一个走，我认了。我说凭什么认？这规矩能成立，只有一个前提，你们真的会互打低分。他赌你们一定踩自己人，可要是咱们串通好了呢？互相平分是吧？全组6人互打满分，分数一模一样，系统还怎么排末位？他敢说满分不合理，就是当众认下，这规矩就会逼死人。6个茶杯碰响齐了，6条阳寿旗刷刷停跌回声，心里那口不能垫底的气散了。第3天，聂无声挑最软的线下手。实习生小李被约谈，偷偷打低分换转正，还涨薪。小李，我入职3个月，只有你们拿我当人，我不能为了转正把你们卖了。我重重拍了拍他肩膀，破鼓的从来不是技巧，是这群人宁可一起沉，也不踩自己人上岸。月末放榜，别的组乖乖交人，唯独我们组6个满分，整整齐齐，1分不差。系统卡死。29层静了很久，聂无声盯着那6个满分，只说了3个字：有意思。你赢了一局，也把他惹毛了。你现在是他名单上唯一一个没按计划死掉的人。保下整组的事半天传遍全楼。第一个来取经的财务老张拜师礼1包辣条。老张兄弟，听说你有不被吸干的法子，这点心意你收下，教教各位。第2天，2程序员递来一份反内卷技术方案 V， 附打做姿势图3张。第3天，市场部姑娘做了个 logo， 躺平小人配一行标语：不是我菜，是我不想卷。笑着笑着，我笑不出来了。他们要的哪是功法，准点下班吃口热饭。这点事在这楼里成了奢侈品。我说都别偷偷摸摸了，最管用的招5个字：下班了就回家，怕主管不高兴。你猝死在工位，他只会发个沉痛哀悼，在座所有人，他的活谁接一下？当晚反内卷联盟成立，盟约3条：准点下班，人人有责，摸鱼有度，回血为主。第3条，一个都不能少，谁快撑不住了，吱一声，谁也别想被单捕拎出去烧掉。联盟还有黑话：接杯水是去回血，咖啡杯是老怪出没，有点事是救命。首战很快就来，小周被主管堵着加班，群里3个字刚发出去，30秒救兵杀到。
阿木，周主管，财务催报销，今晚必须小周签字。老张电话跟着红，我马上锁账，耽误了算谁的？锁账加算谁的？主管当场放人，在公司得罪谁也不能得罪管钱的。1周下来，老张89天涨回150，一群社畜把智商全点在了回家吃饭上。而29层的报表上，阳寿供应曲线第一次往下拐。聂无声提笔，写下5个字：临时、贬值、预警。喵哈，送分题，柴火集体罢烧，老怪吃什么？吃老本，老本吃完吃同类，搬好小板凳，好戏在后头。第3周，好戏开演，老怪们的工资缩水了，凭空少2成，系统就一句：临时产出不足，按比例发放。我端着水杯差点笑出声，专抢别人午饭的恶霸，发现自己的午饭被更大的恶霸抢了。这楼是座吸血金字塔，你们烧，中层吸，顶层收，锅炉一停，全链缩水。接下来的节目互相甩锅，甩锅大戏准时开演。市场怪产品，产品怪技术，技术怪需求天天改，运营反手甩给 HR。平时教育我们别给自己找借口的人，找起借口来，那叫一个才华横溢。聂无声一句中层执行不足，把锅甩回主管。可裂缝出现了，吸血链第一次咬了自己的尾巴。你们只看见老怪饿了，最先撑不住的是夹在中间又饿又慌，还知道点内情的人。又饿又慌，还知道内情。我脑子里闪过一张脸，黑心 HR 陶珠，工资刚缩水3成。那几天，他总在地下档案室外撞见自己亲手招进来的人，变成一排沉默的躯壳。压垮他的是一张脸，他招的姑娘，他喊她名字，他慢慢回头，不认得他，也不认得自己。深夜，他站在面摊街对面，望着我们的灯火，手机上打了删，删了打，一个字没发出去。凉茶朝那边瞟了一眼，一个又饿又慌，良心还没坏透的中间商。这楼里快有人换阵营了。3天后，当年把我忽悠进公司的男人，扑通一声跪在了我面前。陶珠，大厦兄弟，哥要反水，哥求你收下哥。这张嘴坑过我多少回，数不清。我就回了一句：掀起来，凳子有的是。公文包里是他送进宗门的每一个人，名字后面记着阳寿余额。归零的华医道，备注：交付，橡胶，一批货。这个小刘上个月的应届生，我在燃料库见到他，他都成灰壳了，还冲我笑。涛哥，我状态特别好，我梦见我妈问我是干啥的，我张嘴想说，做人力资源的吐出来的全是灰。我干了半辈子猎头，以前我骗人入坑，现在我想骗人上岸。大梁端来1碗面，反水的，头一碗不要钱，明儿起收钱。他掏出压箱底的全行业架构图，聂无声在上头，只是个管片区的，他上面还有。图的最顶上只有一个空框，上头不见人不知名。全行业的单最后归他一人。连话音没落，巷口来了4道黑影，亮出泛红光的竞业协议。这行的禁止，判出宗门要被追杀。我夺过去，哥，你替老板追命，自己那条命早作废了。你把命交给公司，公司给你打收条了吗？他修为加1，你阳寿减1，划算吗？4道黑影走得像逃，我只是提醒，追杀我的人也是打工的。当晚，联盟群冒出个新人，备注法务专员，憋了半天问准点下班，先关电脑还是先站起来？武良夜那晚悠悠提醒过我，有一种锁是自己焊的，钥匙也得他自己找。几天后，我撞上了他。凌晨2点，寰宇之莲，一个男人正把自己活活烧死，没有老怪吸他，那条命是他自己一缕缕往外掏的。阿木凌晨来电，哥，老陈不下班，我们从8点劝到现在，他血条快见底了。我赶过去，他冲我笑，笑得很温和，有点累，不过没事，这个节点我盯完就好。我问这项目值得拿命换吗？他说值得，这是我应该做的。老陈，可我不能松啊，闺女明年小升初要择校费，媳妇身体不好，药不能停。加班费没有，升职没有，带过的新人当了他领导，我那套嘴炮失灵了。他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饼是纸做的，这话对他没用。老陈烧的不是饼，老陈烧的是我不敢停。我一停下来，心里就发慌，好像我这个人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觉得还有点用。这就是最深的心魔，必死关。不是把你关进去，是你自己走进去，把钥匙从里头焊死。
我跟他之间隔的不是境界，是运气。他只是没等到那双忽然睁开的眼睛。我没再讲道理，啪，合上他电脑，就今晚陪我下楼吃碗面。吃完你还想烧，我再给你开开。走到门口，我回头补了半句：你想让闺女记住的是能交择校费的爸爸，还是一个天天亮着灯从没回过家的爸爸？择校费能借，爸爸借不来。他的手慢慢从电脑上收了回来，那条命极慢地回了一格，就一格，却是他几十年来头一回为自己回的。面摊上，这个40多岁的男人捧着一碗窝俩蛋的面，肩膀一抽一抽，无声地哭了。哭吧，被人吸走的一碗面补得回来，自己烧掉的那份得先哭出来才补得回来。深夜，老陈发来照片，配一句话：到家了。我闺女说，爸爸今天回来的早。凉茶破天荒没损人，这盘古里最狠的药引，从来不是老怪，是每个人心里那句我不配歇着。那晚我望向城市另一头，一栋楼的顶层，一盏灯无声地亮了，像一只慢慢睁开的眼睛。那晚收摊，我终于问出憋了很久的问题：你俩到底什么来头？凉茶看了眼，他问了，五粮液眼都没睁。讲吧，保密协议这东西我们又不签。我们不是这届的猫，是天庭派下来的监察使，那收割太狠，就派俩下来盯着记着，然后没有然后了。我火了，老陈那晚你俩明明什么都懂，凉茶委屈擅自干预下界，罚多重你知道吗？扣3年鱼竿。你以为我们不卷？我那份内卷古季度观察，就因为没画饼状图，被打回来重写了3遍。年底还得给天官讲段子，讲砸的同僚被发配去守8个打工人的阵，报告年年一句，本季度无事发生。五粮液闷闷补刀，打工人不许说自己是打工人，这规矩上下界通用。五粮液自立了，秦朝的侠义股，民国的包身公股，前些年的福报股，他全蹲过，全黄了。我们打过赌，他赌你卸完催明堂歇菜，我赌你撑到念无声，结果全输了。上一个走到这一步的是600年前。他打到最上头，见到了阳谷人，然后他成了那个阳谷人。他没被打败，他是被说服了。我这才懂，他俩看的根本不是我早破局，是看我最后会不会变成新的老怪。我端来一碟鱼干加个赌注，我赢了，你俩就回衙门交报告，题目是下届这局有救了。五粮液叼走1条，这条算利息，你这局太长，先垫垫。还有，我信600年了，我等一个能把报告写成有救了的人。小子，别让我再等600年。同一个夜里，一个平静的没有温度的声音在某间顶层会议室响起，让他从这局里消失。第二天一早，我成了全行业通缉犯，海报用的还是我那张生无可恋的工牌照。罪状：煽动准点下班，致使临时贬职，悬赏金单1颗，官升3级，工位靠窗。他们是懂打工人的。我戴口罩买水，收银小哥认出我，手都抖了。哥，我天天准点下班，学的就是你，签个名呗。通缉令在老怪那头叫行业公敌，在打工人这头成了摸鱼图腾。还有人把我 P 成佛像，下班保平安。猎人也来了，假外卖员的保温箱里是一叠仲裁传票，我隔门保单，配送费1条命，起送价下半辈子，差评。老太太拉我，小伙子，好工作，钱多事少，离家近。我说后半句呢？阳寿全给您榨干净。最绝的是个猎头递来 C 级高管坑位，意向书第17条第3款全部阳寿托管，期限终身。我把手机怼他脸上，联盟群23000人，你这道科昨天刚被拔到推满。他抱着包跑了。有回我被堵在大堂，一群刚下班的白领不小心围成人墙，把我一路运到了后门。有人哼着阿木编的歌，跑调跑得理直气壮。6点了，6点了，天塌了也下班。这歌越疯越响。老怪算了一辈子账，独独算错人心。有种东西越拿钱砸越硬，良心以及睡懒觉的自由。深夜，红衣记者沈璐发来一张截图，文件落款盖着一个古字印，古，他只写了一句，他们不悬赏了。上头发话要端你老巢，目标大梁的面摊。打崔明堂扛聂无声我都没怕过，这一刻我头一回慌了，他们摸到了我最软的地方。我抓起外套就冲，凉茶懒懒来了句：鸡傻，你想过没有，他那碗面凭什么能补回阳寿？一个普通的面摊老板做得到吗？去吧，
今晚你会看见答案。我冲到巷口，晚了，面摊被围了。为首的吕经理聂无声手下的片区管事头顶黑透，而大梁正慢悠悠擦着锅，站门口看着就行，进来碍事。我头号通缉犯，在他这儿成了碍事的。这时我才发现，大梁头顶，我这双眼什么都读不出来，不是黑，是他压根不在这套规矩里。说来惭愧，大梁不是我亲哥，就是个我叫了2年哥的面摊老板，我一直当他是个普通人。吕经理，识相的自己收摊，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下面的，跟我们不是一个量级。大梁拿起一双竹筷，你们这行总爱算量级，算来算去就忘了，有些人早不在你们那个座次里了。你猜我这面凭什么补阳寿？因为这口锅里煮的从来不是面，煮的是人气。话音落下，锅里的热气凝成暖黄的雾，雾一散，几个爪牙漆黑的头顶竟微微亮了一下。老怪的雾往里吸，又冷又贪。这片雾往外散，有葱花，有骨汤，有一点点家的味道。大梁看着那几个恍惚的爪牙，像看自家孩子。你们几个加班到这个点，饿了吧？吕经理恼羞成怒，拼出毕生修为，一记年度冲刺，遮天蔽日，直扑面摊。大梁没退，他抬起那双用的油光水滑的老竹筷，对着那座压下来的金雾夹了一下，就像从锅里夹起一根面。手腕一转，整片金雾被他像卷面条一样卷了起来。你们这套东西看着唬人，跟隔夜面一个样，没有魂。你这身修为有多少是自己修的？一点没有，全是吸来的。不是你的东西，我替他们收回去。吕经理惨叫落地，剥掉偷来的修为，他自己那条命细的只剩一丝。他早忘了自己也是凡人。爪牙别收我们的，我们也是被逼的，我们也是打工的。知道你们是打工的，你们自己那点命我一分没动，偷来的东西烫手还回去，才睡得着觉。那一夜来端老巢的爪牙，一人一碗面，吃到天明。走之前冲大梁深深鞠了一躬。巷子安静下来，我走到灶台边，喉咙发紧。哥，你到底是谁？很多年前有个人跟你一样，想掀翻这一局。他一路打到最上头，见到了阳谷的人，然后他输了，他退了，他跑到巷口支了个面摊。既然救不了所有人，那就守在这儿，给每个快烧干的续一口气，让他明天还能是个人。然后等一个能替我把这一局真正掀翻的人。我全懂了，为什么他头顶没有刻度？为什么一碗面能续命？为什么他总说先吃饱再说？这个我叫了2年哥的面摊老板，用了600年守着一口锅，等一个后来者，等我。凉茶尾巴点着那张架构图，你打错了，你以为你在打 BOSS， 你打的是古怪里的虫。蛊怎么养？毒虫装怪，自相残杀，活到最后那只叫蛊王。公司外人抢客，互相吞并，正是怪里的虫在残杀。小公司被大宗门吃，大宗门被片区吃，片区再往上攻，整个行业是一个层层嵌套的蛊。所以打倒崔明堂还有聂无声，打倒聂无声还有上头。虫打不完，因为罐子还在。他吸这么多命干嘛？烧了这一整罐，把自己送上去。他管几千万条命叫飞升的燃料。大梁望着城市另一头那盏顶楼的灯，说出了那个名字，裴无影。当年他也是个打工人，我们一起打到最上头，我被吓退了，他没退，他站在最高处想通了一件事：既然这局掀不翻，总有人要当燃料，与其白白烧掉，不如我来当那个站在最上头的人。他把自己说服了，他接过了蛊王的位置。从那天起，我最好的兄弟就没了，只剩一个信奉打工人天生就该被榨干的化身老怪裴无影。他是我当年最好的兄弟。我放下碗站了起来。哥，你当年退了，因为你觉得一个人掀不动，可你救眼前这一个救了600年，你救的每一个都进了联盟，他们不是一个一个了，是一群了。老陈闺女的作文写我爸爸下班早了，是一个叫大厦的叔叔和一个下面的爷爷教会他的。你守了600年的这一口气，现在攒够了，够我掀这个罐子了。大梁转身点火添水，去吧，去见他。不过临走前先吃饱，
他那道关你会饿。我把那碗面连汤喝了个底朝天。哥，面好吃，先完这罐子回来还吃。他闷闷饮，回来管够。两猫跟上，我们不能出手，我们去看你怎么仙。武良夜眼里燃着光，让我看看那个人间的、下班的、有救的另一种可能。我身后是几千万个开始准点下班的打工人和一碗永远留灯的面，身前是那盏亮了600年的灯。来了，我等你，等了很久，不是等你来掀我的局，是等你来告诉我，600年前我是不是选错了？喵呜！古王开口第一句不喊打不喊杀，居然是问我选错了没？等着大厦的不是一场架，是一道600年没人答出来的题。下一回人是人还是燃料，终局对决。第3话渡人篇，记得准点下班，下集见。喵！大厦小屋大结局。开讲前先说个全城没人知道的事。全城最高那栋楼的顶层住着一个没有阳寿的人，100年前第一个把自己烧成燃料的人。前情2句，社畜大厦猝死觉醒，看穿了加班是烧命，一戳瘪了老板崔明堂，又拉起联盟掀了管理层，被全行业悬赏，扒到底所有公司是一个人养的股。今天养股的那位亲自请他喝茶。渡人篇开演。我叫大厦，那晚7点全城写字楼破天荒黑了一半，我以为快赢了，可凉茶炸了毛，太近了，连打雷都不动的武良夜站了起来，上面醒了。全城最高那栋黑楼没招牌没业主，导航一片空白。那晚他顶层亮了，市售眼看过去，我汗毛全立了。他头顶不是零，是没有，像被橡皮擦干净的纸。崔胖子们靠吸活着，所以你能拿捏。这位不吸也活着，他把自己烧了。3天后，一只活性哥送来一封毛笔信，上来喝杯茶，落款赔。阿木哥，这是鸿门宴啊！我说鸿门宴还管饭呢，他就一杯茶，扣。去，别人的局别进，他这个不是局，是账。你不去，他下来，这条街就没面摊了。这碗新灰面管3个时辰，不找他的道。我把汤喝了个干净。说件事，我管大梁叫哥，其实没有血缘，他是600年前打到顶又退回来的明白人，守着面锅就一个是一个。黑楼里没前台没闸机，电梯没有数字，安安静静把我往上送。门开了，没有工位没有格子间，空荡一整层，只有一张茶台，一壶2杯。茶台后坐着个瘦得只剩骨头的男人，那一眼不凶不狠，是怜悯，比崔明堂的贪可怕10000倍。别叫我总，这城里挂总字的往上数3代都是我学生。崔明堂叫我师祖。崔明堂们再可怕也是活人，活人靠吸活着，这就是死穴。可他把活人2个字从身上删了。你在找我的血条，找不到的孩子。100年前我把自己那份亲手烧干净了，烧得一滴不剩。一个连命都不要的人，你断他什么，抢他什么？我头一回在老怪面前心里没底。更瘆人的是，他连我慌都算准了。慌到一半，我想起我哥那碗面，他删得掉命，可有一样删不掉。他在等我。真放下的人不会在乎一只蚂蚁，更不会在乎他替谁说话。裴总，您半夜放鸽子请我喝茶，图啥？您那口锅里还有根面没夹干净。整层金光晃了一下，他泡茶的手停了，冻了100年的壶面裂开一道缝，有点意思。600年了，头一个敢在我这儿提锅和面的。趁茶还热，聊聊打工人是不是燃料，也聊聊600年前跟我一起掀锅的那个人。他现在还好吗？我后背一麻，他问的是我哥。当年想掀锅的是2个人，一个守成灶，一个烧成锅。你想知道第一口股怎么来的？就像所有高利贷，第一笔只借你1块钱。100年前这儿还是穷镇子，有个青年天不亮砍柴到天黑，不够买半斗米。冬天没炭，他蹲在灶前烧柴根看火，一根没人要的冷柴，只有烧起来那刻才算活过。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开头比歪理发毛。那年冬天，他师傅走火入魔，眼看熬不过去，他翻遍典籍找快法子，在一本禁书里找到一句：灵气者，寿也，稍受1分，
得灵气10分。那夜，他把一半阳寿一口气烧了，别人熬10年的关，他一夜就过，一身灵气渡过去，把师傅拽了回来。师傅醒来第一句：“孽徒取死之道。”当场逐出师门，换了别人，怕了也就收手了。可他没有，因为他尝到了突飞猛进的味道，那个味道比命还上瘾。一开始烧得他腾出冷汗，后来那个疼竟成了享受，哪天不疼反而空落落。我胃里一抽，我太熟了，哪天准点走，躺在床上会心虚。原来这口钩子100年前就磨好了。他给这功法起名燃寿诀，核心8个字：痛苦即修行，燃烧即成就。你有病，自己把作死当修行，凭什么拉上全天下人？因为一个人烧太孤单了，山顶很冷，我停不下来，也回不去了，只能拉更多人陪我烧。可人都惜命，所以我琢磨了20年，不告诉他们那是烧命，我告诉他们那叫奋斗。我把烧寿改叫加班，把疼改叫成长，把宗门叫成公司，把禁书变成劳动合同。最妙的一笔是让他们自愿。我编了套话术，叫企业文化，狼性、赋能、闭环，念1000遍就信了，信了就自己烧，还觉得是自己想烧，自己不够拼，谁劝还骂谁不上进。我一路以为老怪天生就坏，可这套吃人的东西起头是想救一个人，你说是我给了他们意义，还是骗了他们？这2样分得清吗？我答不上来。你师父那句取死之道说的不是你害别人，是你会先把你自己害死。你那咸阳寿不是花光的，是你亲手烧没的。这具壳子里到底还剩什么？你自己知道吗？青光猛地晃了，他脸上裂开一道极细的缝，我看见了他的死穴在他自己那片空里。我听懂了，拆一个纯粹的谎容易，拆一个掺了真的谎难。更难的是，他不是骗子，他是真信。一个真信的人比1万个骗子可怕。真正的决战不比武，比嘴。他问：打工人到底是不是燃料？不是，2个字干脆不留余地。他隔空一点，变出一幅画，画里是1个月前的我，凌晨趴在工位，头顶37天。你看，你在烧，老板在暖手，你自己就当过柴，有什么资格替柴喊冤？我差点信了，咬破舌尖才拽回来。区别大了，裴总，柴不会做梦，我会。柴烧就烧了，一声不吭。可我趴在那儿想的是我妈的降压药，是房贷，是凭什么？柴不会问凭什么，只有人才会问。这3个字烧不化也吸不走。那幅画当场碎了。他笑了。换个问法，他们问了吗？没有，抢着烧。你听，我先走，显得不合群，别人都没走呢。这些话是我逼他们说的吗？自己跳进火里还笑话不跳的人，自愿的燃料也是燃料。你拆穿这个信，等于告诉他你10年的苦白受了，把撑着他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抽走，舍得吗？我沉默了，因为被我点醒的人那种失魂落魄的眼神我见过，我忘不掉。你说的对，我认。可我想问，为什么一个人非得靠1根稻草撑着？为什么他手里只有1根？因为是有人只给了他这1根。是谁把不烧说成没出息？是谁让他找不到第2种活法？是你偷走他所有的路，只留1根独木桥，回头还一脸慈悲劝我别拆桥。可那桥是你造的，桥底下那个万丈深坑也是你亲手挖的。他不是只能烧，他可以下班，可以回家，可以陪他妈吃一顿热饭。你护着那根假稻草不撒手，你不是心疼他，你是心疼你自己那颗丹。他晃了，我放缓声音，你当年也没得选，对不对？所以你以为天下只有这条路，你把死路当成了唯一真理。你不是在救他们，你是拉着全城陪你走那条回不了头的路。他呼吸乱了，就差最后一把屎。够了，你说的很好，好到我差点就信了。可我信了，这100年就全白费。老，我宁可你是错的，我宁可全天下人都是燃料。你想让他们醒，
那我就把他们心里压得最深的东西全放出来。我看清了血潮里翻滚的东西，是房贷，是车贷，是爸妈的账单，孩子的学费，是35岁以后我还能去哪儿，是我不能停，我一停全塌了。几百万人的心魔压在我肩上，我单膝跪了下去，凉茶咬着衣领拽不动。最狠的是脑子里响起的声音不是别人的，是我自己的。房贷还差3000，你敢辞职吗？你不敢，你从来不敢。你妈的药1盒480，所有声音汇成一句，你一停全塌了，你只能烧到死。我的头垂了下去，跪着也挺好。先吃饱。血腥味里我闻到一缕葱花香，出门前那碗星辉面还护着我，那点暖很小，可是真的。听着，那些声音全是真的，房贷是真的，药是真的，这就是你的命。可是这些东西压垮的从来不是你一个人。抬头看看这道洪流是从哪儿来的。我一寸寸抬起头，那道洪流是从全城每一扇亮着灯的窗里涌出来的，每扇窗后面都有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此刻也正跪着。我一直以为全城就我一个这么怂，可那句房贷差3000在钱哥脑子里也响，压着我的和压着这满城几百万人的是同一座山。我一寸寸站起来，裴无影，你放错了，你把全城人的秘密摊到了一块儿，这叫我们所有人压在同一座山下。他说一个人搬不动一座山，我说对，可几百万人一起就抬得动了。凉茶五粮液，我要把一句话同一时刻送进全城每个打工人的耳朵里。监察使的规矩只许看不许插手，不过看人烧了100年看腻了，今天破例。你小子终于要玩票大的了，说吧，哪句？我深吸一口气，气里还有点葱花香。告诉他们今晚7点全城一起下班。那句话怎么传的没人说得清，有人说公司的猫开了口，有人说坏了3年的微波炉自己盯了。反正那个下午几百万个打工人心里同时浮起了同一句话。一个实习生算了笔账，入职半年头发掉一把，工资涨200，可7点走能赶上地铁座位，煮顿不是外卖的饭。阿木是大厦哥的信号，今晚动真格的。城另一头，沈路抓起相机冲出报社。陶朱把8年的入职合同一张张撕了。他说我以前骗人入坑，现在骗人回家。我在楼顶看得见几百万个数字旁亮起了火苗，不是被烧的火，是动心的火。可一半人不敢。他冷笑，只要有一个人留下加班，其他人就不敢走。我不用比，我只要让他们互相盯着。你说的对，所以我把最后一句话砸进了每个犹豫的人心里。别盯着别人了，你先站起来。你先站起来，你就是那个让别人敢站起来的人。7点整，某个角落，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放下了鼠标，拎包走向电梯，没回头。灯啪按了一个，然后奇迹来了，啪，隔壁的人站起来，啪，对面那栋楼按了一层，啪啪啪，整条天际线一块块踏进黑暗，像一口气吹灭满桌的生日蜡烛。几百万人在同一个西点站起来，同一时刻，崔明堂正悬空吸功，忽然灵气断了，像被一把拔掉了电源。我的单啊！他抱着肚子嚎，噗！元婴老怪瘪成一张油腻腻的皮。聂无声的换岗术靠人互相卷，人全走了，花的散架。那句谁都不许走咽了回去，画饼的塌成漏气疲乏，养蛊的缩回一只干瘪小虫。满城老怪齐嚎，像被拔了充电线，找不着插座。陶朱冲黑楼举杯遥遥一敬，小子，这一票干得漂亮！哈哈哈！快看崔胖子瘪了，瘪成一张饼了，那张皮还在椅子上抖呢。原来弄瘪一个老怪这么简单，不用打，只要大家都回家吃饭。那道血潮退了，几百万人发现7点下班，天没塌，那座山忽然就清了，清的几百万人同时笑了。我熬了1000个夜班，做梦都想看这画面。现在整座城在我脚下一格一格按下去，我鼻子酸了。满城老怪全瘪了，唯独他没瘪。一个人得先有东西才瘪得下去，他早就什么都不剩了。呀哈！全书最大的一仗，一拳没出，一个法术没放。放了，几百万人同时打出了同一张卡，下班卡，史上最强群体法术。全城的灯都灭了，只剩一团火，在他掌心青白色。
像一支蜡烛，又像一个人的一生。我头顶那行字从没这么亮过，4321天。人不烧自己，命是会往回长的。你看出来了，我不惜我烧，惜是下乘。还有，你不是第一个睁眼的，第一个是我。我睁眼那天也想过救人，后来我发现烧起来真的很爽。你通宵后那点值了，就是我往火里跳的第一步。跟我烧，满城的火归你。阿木冲上来护我，他只看了一眼阿木头顶，唰的掉了300天。我没吸他，我只是让他想起了房贷。我不用吸，你们是自愿的，跟我烧还是被我烧？你选一个。我说我选第3个，我不跟你烧，也不被你烧，我下班。他愣住了，像论道的宗师收到一张请假条。半晌他说，我教了100年燃烧，你用2个字全叫回家了。是啊，影响复杂了。打工人不需要飞升，打工人只需要6点钟能走。掌心那醋火腾地窜高，他把自己全点了，100年的修为全在火里。看看烧到极致的人能有多亮。火亮得没有影子，陪无影，人如其名。到最后他真的没有影子了。火烧了一炷香，烧尽了，人还站着，可是透了。风一吹，能看见他身后的城。我烧到了最亮，该满了，可我怎么觉得空了？真情啊，可怎么也这么空？凉茶问，他图的到底是亮还是清？都不是，他就是不敢停。他要是敢在某个6点关了电脑，走出大楼，他早就清了也不会空。我看着那个透明的人，忽然一点都不爽了。我只说了4个字，你算错了。不可能，我是这城最会算账的人，连新人猝死率都做过回归，没错过小数点。我信你算了投入、产出、转化率，唯不漏了一样，你自己。你从第1天起就把自己当成了柴，柴只有一个用途，烧，烧完就没了。你把自己当柴，烧了100年，当然会空。你修了100年，修没了的正是你自己。他怔住了，想不起自己的名字，想不起有没有过家，全被当杂志，一样样扔进了火里。他说，睁眼前1天，我妈打电话说包了饺子。我说，妈，我忙，你们先吃。那盘饺子到现在不知道什么馅。他数起那些词，赋能、抽和赋差1个字，闭环永远差1个，几万个词，唯独没有下班。删掉的是自己回家的路。风起，它散成光尘，散尽前他轻轻说，下班了。终于下班了。这一回他真的清了，却不空了。阿木红着眼问，哥，他这算赢了还是输了？我想了想，都不算，他就是终于下班了。咚咚拐杖声，我哥拎着保温桶，围裙没解，踱上天台，把桶放在他兄弟最后站过的地方。600年前想掀翻这口锅的是2个人，一个烧成了锅，一个守着灶等了他600年。饿了吗？先吃。回魂粉今天多加了个蛋。阿木掉的300天唰的回来了，眼泪掉进碗里。我问，要是当年有人给他端碗面呢？我哥说他那碗面早就凉了，凉了的面热不回来。你能做的是趁着满城的面还没凉，多给几个人盛上1碗。打老怪是最简单的一关，一个烧惯了的人，你把火灭了，他第一句是，那我现在吃什么？第2天我人生头一回睡到自然醒，工作群安静的可怕，群名变了，袁弘蒙腾达，群主已退出，满城血条全在回血，头一次红光满面。上午10点，面摊前排起了长队，全是不知道该干嘛，本能往这凑的自由人。阿木拽住我，哥，我不上班了，可房租、花呗、我妈的药，不上班吃什么？总不能红光满面的饿死吧？队伍炸了，老板散了，房东不散了，老怪没了，房贷还在，房贷比花神还难打。我哥不慌不忙。阿木，你干啥的？做 PPT 的，做得好吗？好，就是平邮是老板的，加班是我的。那你把这手艺8毛1斤，贱卖给一个老板干嘛？100块1份，卖给100个人，试试。你脑子里的手艺，老怪吸不走。阿木眼睛亮了，捧着面连滚带爬跑了。
陶朱泼来冷水，这满城的活儿一大半是老怪的体系凭空造出来的。填表是因为老怪要看表，老怪一散，活没了，可填了15年的人还在。螺丝再好，机器没了就没用了。我哥开口了，陶朱说的对，但他没说的是，废掉的是老怪塞进去的那部分，不是你们自己。你们自己是老怪下手之前的。那个人想开修车铺的，想画画的，想陪孩子长大的那个人，老怪吸了你们一辈子阳寿，却从不敢碰那个人，因为你一想起他是谁，你就不烧了。填表15年的男人哭了，他说：“我年轻时想开修车铺，我手巧，填着填着就填了15年。”行政姑娘说我特会做饭，有人喊你做便当我第一个订，我会剪视频，我英语好，我好像会哄小孩。我忽然懂了，我救不了他们的日子，我只是把摁着头的手挪开了，手挪开，人才能抬头看见自己。沈露把这天写成稿子，老怪没了，然后呢？我让他加一句重新学下班，第一件事先吃碗热的。3个月后，面摊扩成门面，我提的招牌打工人补给站，双猫加了小字，阳寿管够，新抹7折。阿木来报喜，接了个大单，报价咬牙翻3倍，甲方居然说这价专业。以前给崔明堂做8版，说我不够狼性，现在甲方说我有想法，同一个 PPT， 同一个，我每天11点才起。修车铺男人也来了，头个月还陪着，可他说我这辈子头一回盼着早点天亮。便当姑娘的红烧肉限量50份，天天抢空。他说订了12年自己都不爱吃的盒饭，图啥呢？咱俩该回去交差了吧？急什么？上头2000年才看一眼，再来1-20年。也是，这儿有面吃，有热闹看，主要是看他们这样挺好的。有人劝我去当100万顾问，我笑笑守着面锅，直到一个年轻人坐到面前，没人逼，他还把自己往死里熬，不加班。我慌，我问他，你上一次活着是为了点什么？不是怕点什么？是什么时候？他想了很久，头顶发灰的血条轻轻亮了一个。老怪散了，可最难的那个住在我不熬就完了的念头里。客人渐渐散了，各自回家，回那个还压着房贷，可终于是自己在过的家。武良叶懒懒地说：“哟，又来一个！”街对面新楼亮灯了，大屏滚着红底金字，透着熟悉的幽光。楼下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仰头望着灯火，眼里有光，那种光我太熟了，干干净净的燃料。我哥问又想管，我说不急，他现在正高兴，这时候拦他，他还得骂我。我就把面锅一直开着，等他哪天熬到头顶发灰，想起这条街上能吃口热的。年轻人攥紧拳头，一步步走进大楼，血条满格，红光满面，前途一片光明。凉茶叹气，又来。武良叶把头埋进爪子，面锅开着呢。不慌，好了，大结局讲完了，崔胖子瘪了，教父下班了，满城的灯该灭时赶灭了。修仙修到头，没一个人飞升，倒是几百万人学会了同一句心法，就4个字。这句心法也送给屏幕前的你，下班快乐。面锅一直开着，全剧终，喵。